Hello，各位，今天是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期聊 iPhone 的内置 App 为什么说计划的？就是天气 App 是我能够在美国官网查到的这个技术参数里面出厂预置 App 的每一个 App 的最后一个。那我为什么说又是预计的呢？因为这个并不会成为我们整个聊 iPhone 内置 App 的最后一期，原因是因为 iOS 18测试版已经推出了我也在安装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个里面呢又新增了一个，其实早就有这个功能，但是呢又非常重要的一款 App 叫做密码。所以我之后还会再开一期，可能大部分的用户在看我密码这期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用到这款软件，但是我想先借由这个契机聊一聊跟密码相关的内容，让大家呢对这个密码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然后等到9月份你升级了系统之后，你就可以更加熟练的更加知根知底儿的去使用密码这款 app。当然我也打算最后再聊一期 Apple 的第一方 app， 这些 app 是并非内置在 iPhone 当中，但是需要你去 App Store 上下载的。那有这么几款，我就搜集一下，整合成一期节目，作为整个 iPhone 的内置 App 系列的一个结束。那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这期呢是我们内置 App 的倒数第3期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是天气。那天气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一直强调有选择才是我最看重我认为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用 iPhone 内置的天气 App， 你也可以用任何你觉得好的你喜欢的第三方的天气 App， 这都没问题。但是我的价值在于帮助你去了解一些 iPhone 内置的天气 App 有哪些功能，以及它的优势是什么。那天气 App 经过这么多年跟着 iPhone 一代一代的成长，它已经加入了非常多好玩好用且实用的功能。别的不说，先说审美在线我觉得天气 App 里面设计的一些天气的动画是我见过的所有天气 App 动画里面最让我觉得赏心悦目的一个比如说下雪雷暴雷阵雨这种雨滴的效果，打雷的效果，这个实在是可以让人看好久都不觉得烦的，这个是第一大这个优势当然，天气 App 也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当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啦，比如说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包括紫外线指数等等等等。然后第二排你会看到未来10个小时的天气预报以及温度的变化、天气状况的变化，比如说降雨概率精确到每一个小时等等等等。当然了，天气预报任何的 App 和提供商都不可能100%准确，这个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不可能100%的预测，都是仅做参考的。但是它如此详实的数据，其实你是可以首先从这个数据的详实上，你可以获得一种震撼其次呢，当你回顾之前的天气信息的时候，因为回顾总是准确的嘛，那它是会给你生成一些图表表格像报告一样子。那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有需要，你是可以拿出来做一些参考的。在这个未来12小时的这个天气的预测里面呢，还夹杂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就是当地的日出日落时间。而我们的 iPhone 呢，也是根据这个日出日落时间，可以来帮助你去调节你的手机状态，比如说自动的切换到深色模式或者浅色模式啦比如说自动的打开夜览啦，帮你降低蓝光，安心睡眠等等等等，这些功能都是依托于内置的天气 App 才能够得以实现的。
那既然是天气 App，我就不能只让你看到当时当地的。当然，如果你要看到当地的，你需要开放天气 App 的位置使用权限，而天气 App 的位置使用权限是我唯一一个在我的手机里面开通随时可以获取的，其他的我最高给它开使用时允许你使用我的位置，只有天气我开了，我即便不使用你，我也可以让你获取我的位置。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天气 App 它是有非常实用且漂亮的小组件的，你可以把它放到小组件屏幕，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你的主屏幕里面，那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让你去筛选，当你选好了之后，你把它放上。那小组件里的天气信息如果要想实时的显示准确，它是需要不断的去获取你的位置，它才会知道你的这个当地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与之对应的一些极端天气的预警主动的提醒，包括一些和政府部门合作推送给大家的一些警报，其实也都是跟这个天气的位置权限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管你是用 iPhone 内置的天气 App 还是第三方的天气 App， 都希望你能够允许天气 App 随时访问你的位置，这不会让你的 iPhone 更耗电的就是它其实是非常省电，默默的在背后帮你去监视着天气会对你造成的一切影响。特别是未来我们 iOS 18发布了之后，一旦你所在的地区将会降雨，那么就会通过实时通知的方式在你的 iPhone 或者手表上去提醒你。那这些智能的落地的功能也都是需要你赋予一定的权限才可以的。但是好在赋予 Apple 的内置软件这些相应的权限，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靠谱和安心的吧。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知道的是，你怎么样去添加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天气预报。每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天气预报，它的详实程度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除非需要遵守某些地区或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地方的某个信息我不能给你。那除此之外，它的详实程度全都是一样的。那你可以像翻书一样一页页这样翻，那默认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叫做当前位置的天气的这么一页。那如果你想关注其他地方的，你需要去添加。但是我这个节目呢，还是聊天和陪伴节目，我并不是一个教学节目所以说大家还是自己去找一找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个叫做提示的 App， 你可以去里面去搜索我聊到的一些功能，如果你自己找不到也不会，想得到一些步骤性的指导，你直接打开这个提示 App 去搜索相应的功能，这个是我最推荐的一种方式了。那你可以去添加不同城市的天气预报，而天气 App 其实它是跟很多的 Apple 底层服务打通的，比如说地图，当你通过地图 App 去规划你的行程的时候，你一旦看到你地图，你的视角把地图的视角放到你的旅行目的地的时候，那在它的应该是地图的右下角吧，就会显示当地的天气。那这个也是跟天气 App 整合的，如果你想看到更详细的，你直接在地图的右下角点一下，它就会自动跳到天气 App， 然后显示当地的天气。这个也是 Apple 在做整合做的比较好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 Siri 的整合小组件的整合。你问 Siri 天气的时候，它调用的一定是内置的天气 App， 而不会是第三方的天气 App。那除了这些常规的功能以外，其实大家如果能够给天气 App 多一些时间，用一个比较好奇的探索心态，你去点一点上面的一些参数的话，你其实会发现天气 App 里面更深入的一些好玩的奥秘。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降水预报图，你可以看到这个
风向，风图，你可以看到这个云图，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的日照的时长，等等等等吧，这些，所以如果希望能够给他多一点如果能够给他多一点时间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能够发现蛮多，不能说多有实际的用处吧，但是还蛮好玩的一些应用。如果你知道的话，在你用得到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的天气 app 里面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让我来进行查看的。而你如果把天气 app 除了，因为大家经常关心的就是这个温度、最高温、最低温，还有这个降雪概率、天气状况等等，这个是关注的比较多的。可能你要求更高一点的，你会关注到像空气质量、像紫外线强度等等，这些都还算常规的范围之内啊。顺便提一下，我特别喜欢内置的天气 app 里面的一个在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里面，它会有一个图表来帮你显示未来的10天最低温在哪儿，最高温在哪儿，而你关注的这一天它的最低温跟最高温处于这10天当中的哪个时间段，而这个线段有多长，就可以表示这一天它的温差大不大，然后它线段靠左还是靠右，就可以表示这一天在未来10天当中是偏冷还是偏热。我觉得这种图表的方式是非常直观，能够让你了解到未来10天的天气变化跟气温变化情况，帮你做好将来的一些打算，来应对天气状况。比如说旅行，比如说是不是要洗车，比如说是不是要种花，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这个是顺便一提啊。但是除了刚才的一些功能之外，你往下滑的话，你会看到一些，比如说风向啊，风力的强度啊，气压呀，等等等等这些数据，有一些还蛮高级的，我没有办法一下都想起来，大家可以打开天气 app 去往下浏览一下，这样呢。哪怕你就是因为听我的节目去打开天气 app， 把它的界面大概看了一下，浏览了一遍，那我觉得也可以让你对天气这款 app 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认知。那么当你用到一些功能的时候，那或者说不定原来你不知道，原来手机能够获得这么多关于天气的信息，现在你知道了，那对于你之后帮你安排行程帮你这个计划这个生活和工作等等，都会有更多的帮助。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密码 App 再见，拜拜。